整理衣物时，我在老婆衣服口袋摸到一封折叠整齐的家长通知书，但并不来自女儿就读的学校。展开一看，学生姓名那栏写着许安乐，家长是木音，我老婆就叫木音。没有犹豫，我直接去了那所学校，以许安乐家长的名义询问情况。老师自然回应，安乐父母刚来接他，应该还没走远。我悄悄跟上，恰见老婆一手拉着小男孩，另一手挽着一个陌生男人，正低头轻笑。我握紧手机打给他，声音听不出什么波澜。什么时候回来？他愣了片刻接起，这次出差时间比较久，可能3、4天吧。我挂断电话，举起手机，将3人画面清晰定格。木音，这份惊喜我收下了。嘿，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别着急划走。今天的一页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第二天，我以股东身份参加了学校的家校联谊活动，很快锁定了在人群中交际的许崇明，一身剪裁考究的黑色西装，沉稳儒雅，侃侃而谈。我径直走过去，在他身边站定。许先生是吗？久仰，您这套西装倒是很别致。他闻声转头，在看清我的那一瞬间，脸色明显白了几分。我心里了然，这位看似温良谦恭，内心也并没有多么坦荡。他声音有些发紧，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您好，只是打声招呼，就紧张成这样，胆子也未免太小了。我太太是学校股东之一，今天我来替她看看。听说您是家委会成员。他声音如常，眼神却有些闪烁。只是尽一点力而已，有时间还是想为孩子们做点实事，可以多为家庭分担一点，太太也能轻松一点，不是吗？很好，给自己贴金的时候，还不忘踩一下我这个不顾家的人。我注意到他无意识地用另一只手摩挲着无名指上的戒指，那款式和我家里那枚分明一模一样。我语似闲聊，却直切要点，戒指也很不错呢，看上去很贵，是和太太的婚戒吗？他下意识挡住戒指，神色变得更加仓皇，张了张嘴却只发出一个颤音。我不指望他有什么回应，继续发问，您家孩子也在这儿上学吧？几年级了？他答得很是谨慎。二年级了，8月就满8岁了。8月满8岁，我在心里快速计算时间。巧了，9年前，木音以开拓海外市场为由，频繁长期出差，整整1年多时间我们都是异地，一切忽然有了解释。那时，昭昭刚上学没多久，他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偶尔通话，也只是匆忙说几句，老公辛苦了，我这边忙，走不开，你多费心，请个好点的住家保姆，我怕耽误他工作。两难相顾，再累再难也自己扛着，只告诉他一切都好。原来，他那所谓的应酬走不开，是因为怀了许崇明的孩子。我低头抿了口咖啡，掩去眼底的冷意，在抬头时仍是得体微笑。那我女儿应该比你儿子大几岁呢？他勉强笑了笑，没接话。我像忽然想起什么，从包里取出份资料，上周我太太包里莫名其妙多出来的校方简报，后面建议栏是您写的吧？字可真好看。我看到他脸颊血色一点点褪去，声音干涩，不是我写的，否认了。废物点心。看着他的反应，我突然觉得索然无味。哦，那可能我记错了，下次再见，希望你还这么得体。转身直接离开会场。我拿出手机打给发小，
他是红圈律所的创始合伙人。顾金，帮我个忙。阳光之下，我拉开车门，引擎启动的轻响像一声畜牧拉开的轻叹，我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深水。之前让你帮忙周旋的事情不必跟进了，帮我准备离婚协议吧。对，木音出轨了，我要送他一份大礼。顾金的效率很高，不到半天，我的邮箱就收到了一个加密压缩包，复言简洁明了，看完深呼吸，随时电话。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重新认识了一下木音，点开第一个视频档，画面像是某个度假景区的监控录影。3个月前儿童节，木音说他要去一个封闭式高管论坛，其实是陪着许崇明、许安乐沙滩度假。他们一家其乐融融，丢在一旁被踩了一脚的玩偶，却成了他带回家给女儿的礼物。我面膜表情的快进，点开下一个档，这是一份银行流水，数笔大额资金在几个账户间频繁流转，金额累计庞大的让我心口发麻，最终汇入一个尾号为8741的私人账户。账户主人许崇明，打着劳务费的旗号，悄悄转移财产。这种低劣的手段，是笃定我发现不了吗？我拉到档最后，还有一份保险合同扫描件，投保人是木音，被保险人是那个男孩，受益人是许崇明。投保时间5年前，保费一次性缴清，金额恰好对得上当时我们抵押一套投资房所得的款项。那时他对我说，投资了一个前景极好的专案。我看着这些，凉意从指尖蔓延到胸口。此时此刻，我终于明白了，世界上最痛的刀刃，果然只会来自最信任的人。正对着荧幕发呆，敲门声突然响起，伴随着木音温和的声音：“老公，怎么锁门了？”我迅速关闭页面，深吸一口气，脸上调整出一个无懈可击的表情，打开了门。刚和顾金视频聊点工作上的事情，顺手就锁了。他并未怀疑。后天儿童节，我心里冷笑，又要出差是吧？昭昭学校这次末活动，我正好带她去我妈那儿住2天。她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感激，老公，你真是太善解人意了。我看着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胃里一阵翻涌。善解人意？是啊，解了你左拥右抱、两头欺瞒的意。不过，这还没到你夸我的时候。我看着木音的背影，脑子里回荡着他刚才在录音里的话。账面我都处理好了，到时候我们出国，债务到期，他们会直接找林景明的。这根本不是出轨，而是一场处心积虑的掠夺和构陷。她早已不是那个与我白手起家的纯粹少女，而是用我的骨血去供养她另一个家庭的豺狼，潜伏在我枕边，耐心等待着时机，要将我啃噬殆尽。我拿起手机，拨通顾金的电话。我改主意了，离婚的事情往后放放，先把他的犯罪证据整理一下。我要他常常从云端跌落，一无所有的滋味。电话那头沉默一瞬，随即传来纸张翻动的轻响。正合我意，你那边的资料只是冰山一角，除了恶意借贷，他还挪用公款，公司设立的基金走向也有问题。这个操作空间很大，不过需要一点时间，够他喝一壶的。另外，也会查清楚那个帮他的人是谁。公司账面的问题也着手在弄了。挂断电话，我重新点开那张一家3口的照片，轻触荧幕，冰凉的玻璃隔绝了一切。6·1儿童节这天，我驱车再次前往那所私立学校。车刚停稳，木音的消息就弹了出来，到外婆家了吗？果然，要确认我的行踪，我面膜表情的点开提前录制好的视频发了过去。视频里，昭昭在奶奶家的院子里蹦蹦跳跳，对着镜头甜笑，妈妈，我们到了。
你要快点忙完来找我们玩哦。几乎立刻，他的回复就来了，好的，宝贝玩得开心。后面还跟了个虚伪的爱心表情。我关掉手机，胸腔里翻涌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恶心。感情这东西，一旦崩塌，后面再怎么加以掩饰，都觉得荒唐可笑。以股东身份，我顺利进入了学校庆典活动现场。很快，我就在人群中锁定了他们。许崇明今天显然是精心打扮过，一身香奈儿的高定西装，衣服上的钻石胸针熠熠生辉。这款式和我保险柜里那个几乎一模一样。木音当时告诉我那是独一无二的定制款，甚至连他脚上的皮鞋都和我常买的一个牌子同款不同色。他正作为家委会代表在台上发言，温文尔雅，侃侃而谈，脸上写满自信。台下，木音正耐心地陪着那个叫林安乐的男孩玩着亲子游戏。他蹲在地上，眼神里是我不曾见过的专注与温柔，小心翼翼地护着男孩的平衡。那种耐心，他从未给过我们的女儿昭昭。几位家长围在一旁，笑着奉承，穆总真是事业家庭两不误。是啊，许总顾家，穆总又这么能干，小安乐真是好福气。穆总可是咱们学校的大股东，听说这次图书馆翻新又捐了不少呢。他笑着颔首接受恭维，眉宇间尽是春风得意。偶尔，他会抬头与台上的许崇明交换一个眼神，目光中流淌着缱绻爱意。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众人恭维，他享受这一切。我的指尖深深掐进掌心。木音，你还记得吗？那年冬天暖气断供，我们裹着被子整夜改方案，你拉投资为出血住院，我家里医院两头跑，还学会了打流石。你盲目扩张，资金链断裂，我用父母送的房子做抵押周转。公司第一笔进账时，你抱着我说，林景明，这辈子我绝不负你。现在，你却用我们共同打拼来的财富，在这里为你的另一个家庭铺路，为你的私生子充场面，捐图书馆，博取名声和地位。就在这时，校长笑着请木音上台，身后大荧幕适时切换成精美的图书馆 3D 效果图。他接过话筒，侃侃而谈新图书馆的设计理念与未来规划，享受着台下投来的钦佩与赞赏。也就在这一刻，他志得意满，笑容最放松的时候，礼堂的大门突然被推开，几名穿着远景的制服走了进来。在场所有家长和老师都愣住了。转瞬即静，为首的警官亮出证件和文件。木音，你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法转移婚内财产，现需要你配合我们回局里调查。无数道目光，惊疑、探究、鄙夷，还有看戏的兴奋，盯在木音瞬间佝偻下去的背上。台上的许崇明这才反应过来，也顾不得什么优雅体面，跌跌撞撞地冲下台，脸色煞白，再不似刚才的光彩。老婆，你们干什么？凭什么抓他？他是冤枉的。许安乐也开始哇哇大哭起来。妈妈，爸爸，精心粉饰的盛宴，转眼成了鸡飞狗跳的闹剧。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突如其来的抓捕，以及关系明显非常的一家三口身上。听说许崇明是木音的小三啊，那这孩子就是私生子，挪用公款，怪不得那么有钱，又是捐楼又是买名牌，活该，这种女人就该这个下场。议论声毫不客气地钻进耳朵，许崇明的脸青一阵白一阵，他猛地抬头，怨毒的目光穿过人群，死死盯在我身上。是你，林景明，一定是你搞的鬼。他像是找到了宣泄口，尖叫着扑过来，被远景拦住。许是背后的龌龊全然摊开，这会儿他倒是一点不装了。
我看着他那副气急败坏的模样，忽然笑了，没有愤怒，只有一种看跳梁小丑的怜悯。远景依法办事，你跟我还有什么用？还有，他这些年偷来的钱，也没少花在你这个情人和儿子身上吧？这话无异于一把盐，狠狠洒在了他鲜血淋漓的伤口上，也坐实了周围人的猜测。他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手都在颤。你胡说，你污蔑木音，他是清白的。我不想和他多费口舌，清不清白，法官说了算，但他却没有一点小三的自觉，非要与我扯个明白。林景明，你怎么这么恶毒？你毁了他，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就非要闹得鱼死网破吗？我甩开他的手，干脆利落地赏他一个耳光。你身上这套行头，刷的是我太太的副卡，你衣服上的胸针，款式和我保险柜里那个一模一样。你儿子脚上那双鞋，和我女儿常穿的同一个牌子。我每说一句，他的脸色就白一分，周围人的眼神就变一分。鱼会死，网不会破。许崇明，享受了不该你享受的，就得付出代价。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有我林景明的一半。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会委托律师一笔一笔，全部追回。说完，我不再看脸色惨白如鬼的许崇明，径直离开。我送你们的惊喜才刚刚开始。离开学校，我第一时间清算所有关联事务。毒蛇断了头，尾巴还会挣扎。木音被带走，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我立刻召开紧急董事会，几位大股东脸色凝重，显然都知道了消息。没有多余废话，我直接展示了木音挪用公款、利益输送的部分初步证据。各位，当务之急是稳定局面，切割风险，挽回损失。我提议立即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全面接管公司运营，并启动内部审计。证据面前，无人敢为木音说话。决议迅速通过，我以最大个人股东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成为临时 CEO， 雷厉风行地更换了财务、法务等关键部门负责人，全部换上信得过的人。同时，配合经侦，迅速冻结了木音及相关嫌疑人的所有公司账户许可权，清算资产，更换人员，冻结账户。这套组合拳下去，彻底掐断他任何可能的反扑途径。处理完这些，天已经黑了。我站在空荡的办公室里，这才感到一丝疲惫。手机亮起，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林景明，你做事不要太绝，我们不会坐以待毙的。是许崇明，这是在跟我宣战吗？我等着你们出招呢。果然，没过2天，网络上就开始冒出阴风。他们的反击来得比预期更早，也更卑劣。天科集团陷危机，是个人问题还是系统崩盘？深扒木音案、商业罪案背后的婚姻罗生门。这些文章表面客观中立，实则巧妙地将职务犯罪扭曲为夫妻内斗，暗示我早已知情甚至参与其中，只因利益不均或感情破裂才反水举报。水军充斥评论区，一边心疼穆总遇人不淑，一边质疑我手段狠毒。更龌龊的是，有人开始扒我所谓的黑料，说我作风强势，排除异己，甚至暗示我与某些客户关系暧昧，里面还附了照片。画面中我与一位女性举止亲密，低级却有效。他们企图从私德和作风上搞臭我，动摇公司内外对我的信任。下面不断有知情人士透露，他们早就感情破裂了，只是林景明不肯离婚，现在看到无法挽回，直接破罐子破摔。谁知道哪句话真假？林景明好像精神状况不太好，木音是为了照顾他的情绪才一直没有起诉离婚。这个报复手段太极端了，
两个人的事情牵扯太多了，每个人透露的真相都是在指责我的不合时宜、不择手段。评论区还有许多人在许巍打抱不平，仿佛我才是那个加害者。我看着这些，冷笑，舆论的刀很好用，但是木音，你一个早已道德破产之人，拿起这把刀时不觉得可笑么？愤怒无用，唯有反击。我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连起情绪，打给顾金之前给的一个号码。电话那头的李记者沉默了足足10秒。他是财经圈最犀利的调查记者，以追踪资金流向和揭露商业黑幕闻名。他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林总，您提供的这些确定属实。我约他在一家茶馆碰面，每一条交易记录都能与银行流水对应，空壳公司的注册资讯都很详细。挂断电话，我看向助理，帮我把这份材料匿名抄送给证监会稽查局，就说是看不下去的内部人提供的。助理眼神一亮，您是要双线作战？没错。我点头。舆论的火要烧，监管的刀也要落。1小时后，成交茶馆的包厢里，我将一个加密硬碟推给李记者，他仔细查看里面的内容，表情越来越凝重。这些奢侈品消费记录竟然全部走的是公司账。我补充道，不止，许崇明的公寓首付、车辆购置，甚至他家人的医疗费用，全部来自木音控制的空壳公司。他深吸一口气，这些证据太致命了。我调出最后一份档，更致命的在这里。木音通过公益基金会洗钱的完整路径，连境外账户资讯都在这里。李记者的眼睛瞪大了，您这是要把他彻底送进去啊？我端起茶杯，语气平静，对待蛀虫，难道还要手下留情？高效率的执行下，舆论战瞬间逆转。独家起底木音商业黑幕，从出轨女到蛀虫 CEO 的完美人设崩塌。文章配图极具冲击力，奢侈品清单、资金流向图、境外账户截图，每一样都是实锤。卧槽，用公司的钱这模养小三，这瓜越来越大。这哪是出轨，这是蛀虫啊！我要仇富了。原配实惨，之前还骂他的人出来走走。几乎同时，证监会发布公告，已对天科集团涉嫌资金挪用问题启动立案调查。公安局通报，经侦支队已对穆某采取强制措施。双剑齐发，他们根本接不住这套雷霆手段。他要求限我，我答应了。木音往日的意气风发已被颓败取代，他声音嘶哑，竟有些乞求的意味。林景明，你赢了，收手吧。夫妻一场，你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吗？我进去了，对公司有什么好处？到时候，你手里那些股份，不也一样变成废纸？他试图把个人状况和公司存亡捆绑在一起，这是他最后能打的牌。见我不语，他言辞越来越激烈。我静静地看着他表演，脸上没有半分波澜。远景过来喝止他，我才缓缓开口。木音，你用公司的钱给许崇明买房子的时候，想过公司吗？你用空壳公司套现的时候，想过股价吗？公司没了你，只会更好。至于我的股份，不劳你费心。我的冷静彻底刺痛了他，他脸上的哀求瞬间剥落，露出底下狰狞的狠戾。他猛地贴近我，压低了声音，难道你要让昭昭有个坐牢的妈妈吗？对她以后的人生有多大影响，你想过吗？提起昭昭，我的声音冷得像冰。让她有个罪犯母亲的人是你，不是我。你现在想起她是你的女儿了。你陪着许崇明和许安乐其乐融融的时候，想过昭昭吗？死到临头，还在企图拿女儿做筹码威胁我。我懒得再看他狰狞的面孔，起身离开。刚回到车上，
助理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林总，您让我一直深挖的那个明星公益基金会有重大发现，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恶劣。我们追踪到，穆因不仅通过基金会洗钱，还操纵了几个慈善医疗专案，明面上是资助贫困重症患者，实际上与特定医疗机构勾结，虚报天价治疗费用，大部分资金回流到他名下的海外账户。至少有3起病例，因为基金会审核拖延或资金未到位，导致患者错过了最佳治疗期。最终，助理的声音沉了下去。其中有一个是白血病儿童，我的手指骤然收紧，指甲嵌入掌心。之前以为他只是贪，只是坏，没想到他已经烂到了骨子里，踩着他人的生命和希望牟利。证据确凿吗？铁证，包括他与医疗机构的秘密协议、资金回流路径。我们联系上了其中一位父亲，他愿意站出来说话。一股怒火在我胸腔里燃烧，把所有材料整理好，原计划不变，但这次要加上受害者的声音。当天深夜，又一波重磅炸弹被引爆。李记者的最新长文标题触目惊心，从贪腐到谋杀，起底穆因公益基金背后的血泪真相。文章详细披露了明星基金会如何沦为穆因的私人提款机和洗钱工具，如何与不良医疗机构勾结榨取善款，更是用沉重的笔触讲述了那几位因资金问题而延误治疗，最终不幸离世的患者故事。那位白血病儿童父亲哽咽的采访音频，成为了击溃公众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畜生，人渣，我已经骂不动了。这是人做的事。我之前还觉得商业犯罪离我们很远，这可是一条条人命啊！枪毙他10分钟都不解恨。哭了，孩子才5岁，就因为这个人渣。林总干得漂亮，请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之前还在观望，甚至试图为穆因辩解几句的少数声音，此刻彻底消失无踪。经侦部门再次发布通报，鉴于发现新的重大犯罪线索，已对穆因涉案情节进行升级处理，并全面介入调查其基金会相关问题。舆论固然能形成压力，但要彻底将穆因钉死，更需要铁一般的事实链条和无可辩驳的人证物证。尤其是基金会这条线，操作隐蔽，牵连甚广，绝非几张资金流水图就能完全揭示。我安排人找到了当年那个被穆因踢出局的前基金会负责人王成兴。这个人的出现，揭开了穆因更不堪的一面。根本没有什么理念不合，也不存在所谓能力不足。王成兴之所以出局，是因为他在内部会议上公开质疑穆因操纵基金会与多家医疗机构存在不正当往来。这一切让我脊背发凉。穆因根本不是简单的出轨，他是在培养一个完全听话、可供支配的活棋子。他利用许崇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透明人，去执行基金会里所有不可告人的操作。无事，他跟着享受富贵，出入名利场；有事，他就是那道最完美的防火墙。许崇明这个自以为是的蠢货，恐怕对这些一无所知，甚至还在沾沾自喜，觉得那些挂名、那些签字都是穆因独一无二的信任。我原以为穆因只是贪婪、卑劣，直到这一刻，才真正认识到这个人的可怕。他不仅仅是在犯罪，他是在用一套冰冷彻骨的逻辑，将身边所有人都工具化。丈夫是障眼法，情人是替罪羊，在他那里没有感情，只有利用和算计。他甚至精准地预判和利用了公众的心理，一个被情人迷惑的蠢女人形象，可以完美掩盖他作为幕后黑手的精明的冷。许崇明可悲吗？可悲，但他同时也是帮凶，是这罪恶链条上沉浸虚荣、心甘情愿的棋子。我所知道的这一切，是筹码，也是重担。
我不只要了结个人恩怨，更要为他所坑害的所有人讨一个公道，拿到王成兴提供的关键内部档。第一时间，我将所有新材料加密提交给了经侦部门和证监会，同时将不影响调查但能揭示林景明可怕本质的内容释放给媒体。新一轮的报道迅速跟进，标题一个比一个精心，替罪扬情人，起底穆因精密算计下的棋子，基金会黑洞幕后黑手直指穆因，前负责人现身指控，舆论再次哗然。许崇明也才意识到自己究竟有多么可笑，一路走来，步步是陷阱。他不是走上歧路，而是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了歧路上。许崇明崩溃了，他明白大厦将颓，棋局已终，但根本无法接受自己的结局是这样。见我不接电话，他的资讯一股脑地发过来。林景明，你和穆因一样恶毒，你们会不得好死。我也是个受害者，你究竟想怎么样？我知道他的事情，你放我一马，我全都告诉你。他从一开始的谩骂，到后面的崩溃，最后只剩下绝望的哀求。我画着荧幕，内心毫无波澜。路是自己选的，错了就得认。不过我还是决定陷他一面。他固然可憎，却也是穆因手里一枚可怜又可恨的棋子。我需要他知道的线索，更要让穆因尝一尝被自己亲手安排的棋子反噬的滋味。再见许崇明，我几乎认不出他，他早已褪去光华，眼神涣散，胡子拉碴，形同枯槁。看到我，他眼神闪烁，却悬强撑着最后一点体面。林景明，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高抬贵手，我的儿子还那么小，穆因被你送进去了，他不能再没有爸爸。我不想听他假惺惺，直接打断。你当初插足别人家庭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的女儿也还小，享受着优渥生活的时候，你怎么不反思自己有没有错？开门见山吧，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但说的东西有价值，或许能让你少判几年。许崇明脸色惨白，沉默良久，他终于开口。他有个旧硬碟，密码是他生日，里面有个 CZ 加密当家。他喝醉时当着我的面打开过，他炖了毒，终于吐露那个最关键的秘密。他窃取了领智科技的核心数据，抢先注册专利，再反告对方侵权，把那家公司彻底搞垮了。我立刻派人取来了那只硬碟，破解那个加密当家，里面是铁证、窃密指令、伪造记录、转账凭证，甚至还有几段通话录音。穆因冰冷的声音，做得干净点，我要让陈卓永世不得翻身。穆因辈分用来震慑下属的手段，成了锤死自己的证据。我找到了陈卓，得知我的来意。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眼圈红了。他告诉我，公司破产后，合伙人跳楼，他自己也背了一身债。他声音疲惫，只问了我一句话：这次确定可以扳倒他吗？我语气笃定：当然，100%。我作证。他咬着牙，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只要能把穆因送进去，我什么都愿意。加上陈卓，我们这盘棋也彻底形成了公为之势。我将拿到手的证据分门别类整理成册，正式提交给检察机关，同时以受害人及最大股东身份提起多项刑事诉讼与巨额民事赔偿。至于许崇明，看在他最终提供关键线索的份上，我没有再以重婚罪追加起诉，仁至义尽。但他和穆因犯下的案子躲不掉。我冷静陈述，证据一件件呈上，证人一个个作证。他坐在被告席，脸色死灰，眼神从凶狠到慌乱，最终只剩绝望。法院宣判，数罪并罚。
有期徒刑20年。许崇明作为共犯，被判7年。他当场瘫软，法锤落下，一切结束，内心没有狂喜，只剩巨大的平静。从并肩夫妻到你死我活的仇敌，以他的彻底落败画上了句号。走出法院，抬头望天，连日的阴霾终于散尽，阳光刺破云层，洒满全身。经此一战，我在集团内部的声望达到顶峰，拨乱反正，裁撤冗员，引入新的管理机制，公司运营迅速重回正轨，甚至比以往更具活力。偶尔也会想起与木音的过往，想起并肩的日子，想起他的背叛，爱恨痴缠，轰轰烈烈，如今都已风轻云淡，我心中已无任何波澜。它只不过是一个被彻底定论的过去式。手机响起，打断了我的思绪。是陈卓。林总，这可不像你的风格。会议还有5分钟就开始了。我恍然回神，不禁失笑。马上到。挂断电话，我收敛心神，拿起档走向会议室。飞鸟与鱼不同路，从此山水不相逢。过去清零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3份。下一期一页故事，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可能是关于梦想，关于陪伴，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记得准时来赴约，咱们下期不见不散。